那么我们就开始了今天的 AMA，然后我先来一个自我介绍啊，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AMA 的一个主持人，我叫 Zen，非常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参与今天的 AMA。那我们今天 AMA 的主题呢就是叫做跨境稳定币，在全球采用融合监管与新金融时代的一个背景下的一个 AMA。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今天第一位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台北的 Jeff，他拥有超过20年投行就是创投私募基金的经验。然后他也是 Heya 的创办人，然后目前是专注在稳定币与 RWA 基础建设，也是 Cypress 的早期投资人，目前是致力于把传统金融与 DeFi 做一个结合。那么我们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 PQA Labs 的创办人Danny，他在中美两地也累积了就是超过20多年的传统金融与银行业的经验，其中就是覆盖了私募创投、风险管理与金融科技。他也具备了工程的背景，然后目前长期专注于创新与增长。现在Danny 正带领着他的团队去推动量子安全区块链的一个未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邀请两位嘉宾与大家打个招呼，然后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我们请 Jeff 先开始，好吧 ？OK，各位线上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台湾的 Jeff，大家可以叫我金融派大星。那我平常都是用这个名字在线上来跟大家或者是媒体来做分享。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来自于传统金融业，然后我家从小就是做证券公司的，所以基本上就从小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然后从2017年就开始在做加密货币相关的领域，然后做投资，然后我这2年最大的参与大概就是跟稳定币相关的一个推动，然后在台湾这边主要推广稳定币的一个发行，然后台湾现在相对于稳定币的一个监管跟发行都暂时比附近的这些香港或者是新加坡地区还要在日本地区再晚一点，所以目前我的公司叫 Hayek 基本上就是未来会在台湾这边推动稳定币发行的一家科技公司。我这边先做一个介绍，谢谢。好，谢谢 Jeff 的一个自我介绍。那么现在有请 Danny 我们说一下吧。好，大家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好，也谢谢这个主持人 Zen 跟刚刚 Jeff 的一个介绍。我本身是刚刚说了，其实我是一个工程师的一个背景，我本身是电机工程师，可是呢，近20年来主要在传统金融这边做了一些投资，一直到2年前，所以跟可能很多线上的朋友，包括 Jeff 比起来，我可能在这一个领域上面稍微算是比较新一点的。好，那我公司叫做 PQA Labs，PQ stands for 这个 Post Quantum， 也就是抗量子的一个技术。所以我们公司本身其实跟Abelian 是一个 strategic 是一个 partner。那我的公司本身除了一个抗量子技术的一个这个推进跟开发之外，也是在稳定币的一个这个领域从大概2年前开始，我就开始在香港这边做一个稳定币的发行的一个铺垫。那主要我们跟可能我们当然也是一个法币支撑的一个稳定币，那可能跟现在外面的这个 USDC、USDT 比，最大的不同处就是我们在一个抗量子安全上，有一个这样子技术性的一个突出。所以那稳定币本身我认为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它也是这个区块链上一个最大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市场与 market 的市场与产品的结合，叫 product market fit。所以自从在这一方面做了这2年的时间下来，也累积了不少的经验，主要 base 在香港这边。
晚一点也可以跟大家做个分享。好的，非常感谢Jeff 和 Danny 的一个简单自我介绍的分享，然后接下来我觉得肯定会会越来越精彩，因为他们会分享很多关于稳定币的一些观点和他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第一个环节，然后的第一个题。那么这一个问题，我希望就是我们就请 Jeff 来回答。这样子，我就想请问 Jeff，您在资本市场深耕20年，那么为何你会选择专注于就是稳定币与 RWA？OK，我很快介绍一下，其实我自己在，我说我们家从小就是开证券公司，然后我自己在2003年从美国回台湾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做资本市场的投行业务，所以我做第一份工作就是做GDR 跟 ECB 的，还有 ADR 的发行。那其实我们现在在谈这个稳定币，其实它某种程度就是链上的 Eurodollar 的概念。那什么叫 ECB 跟 GDR 呢？它是 based on 在境外美元，就是 Eurodollar， onshore offshore 的概念嘛。境外的美元叫 Eurodollar， 然后呢，它是用境外美元在发行的资产的产品，包括就是那时候 DR 就是股票，然后 CB 就是 convertible bond， 所以股票债券基本上用境外的美元来定价。好，那一样，接下来稳定币其实就是链上的 Eurodollar 的概念，所以链上 Eurodollar 的计价来发行的证券相关或者是债券相关的产品叫 real world asset， 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在投入或专注在这个领域，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离开这个领域，只是说今天我做的事情一样是在做境外美元的金融产品，只是说这个境外美元变成稳定币美元，然后呢，金融产品变成 RWA， 它只是用另外一个形式来表现出这个产品的演进。所以我最常说，其实人类史上过去的资本市场，过去30-40年都在做证券化，就是 securitize。那接下来因为有了稳定币跟加密货币金融，然后接下来人类在走的资本市场，或者说在走这个金融，它是开始走代币化，所以我们现在在谈，其实稳定币跟 RWA 它是就是围绕在这个市场上面，金融产品在做一个代币化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对于这个稳定币或 RWA 的深耕，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做到现在，其实都在做自己最熟悉的事。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还在这个市场继续努力推动。大概回答到这里。好的，谢谢 Jeff， 真的是对，做自己热爱的一个事情。对，那下一道问题我们就来问Danny，Danny 您从传统金融跨界到就是区块链的稳定币的这一个领域，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其实我很想接下 Jeff 刚刚说的，因为本身就刚刚讲了，就是这个传统金融的一个背景。那我这边其实一直以来到目前为止，我都认为稳定币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能一开始大家认为一个所谓的 Web3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加密货币 cryptocurrency。OK， 稳定币本身就刚刚 Jeff 说的，它就是一个 RWA。它是区块链上的第一个 RWA， 它就是 money， 它就把这个真实世界里面的钱带到了链上。所以结合我本身的一个背景，我的科技的背景，让我对区块链这个技术本身我非常的这一个有兴趣。虽然我是大概不到2年前加入了这个行业，可是从我个人的一个可能了解或者研习的一个阶段，我大概是17、18年开始接触了区块链这个科技，包括一些加密货币的一些这个交易。可是区块链的这个科技，其实我认为是也是一个这个已经越来越被广为接受，而这一个不会被逆转的一个趋势。而所以这个稳定币本身，我认为它最多可能就是个所谓 Web 2.5的概念，
对我来说，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背景上，其实有一点像 Jeff 的，我觉得从做这一方面的事情，在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有逻辑性的一个延伸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些东西，而所以我才认为稳定币为什么这一块可以在所谓的这个区块链跟加密货币的技术里面，我觉得是第一个可能除了比特币之外吧，第一个这个被广为接受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钱。那当人们开始知道它只是钱，然后用一个新发明的一个或者新推广的一个技术，所谓的区块链技术来用的话，这一方面我觉得在很多我们真实的这个应用场景里面都会这个接触得到，而它是对我们整个世界的一个经济跟一个繁荣是会做出很大的贡献的。对，好的，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Danny 的分享。那我想这边我以 Abilian 的一个团队的代表，我觉得我们这边补充一下，对，像刚才两位嘉宾有提到，就是稳定币，然后 RWA，我相信这两个话题应该就是最近都非常火，然后很多不同的项目或者是公司也在去探索，然后也去投入。那么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领域，我相信也是在科技行业非常受关注的，也就是那个量子科技。量子科技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然后我们现在也看到现在很常用的加密技术，可能在不久将来也可能就会被破解。那代表什么呢？代表着数位金融如果没有提前准备，未来就会面临非常大风险。那Abilian 的角度的一个角色，其实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个技术，其实先把这个基础打好，然后我们是一条专门做后量子安全、区块链，然后的一个技术，然后把量子抗性和隐私保护都放在第一层，让它成为新金融时代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对，这个就是一个我们 Abilian 的一个希望比较容易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所在做的一个技术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是什么类型的一个项目。那么也非常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的一个主题其实就是全球金融与跨境支付中的一个稳定币的一个角色。我想我们还是先问看 Jeff 的对于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您在台湾推动TWD 和 USD 稳定币，特别应用于供应链金融，是否就是能不能分享一个比较具体的案例，或者是对您正在做的一些OK，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我之前在香港 Bitcoin Asia 上面跟全世界人在分享，台湾其实最有力去推动这个稳定币的使用场景，还是台湾的这个半导体跟 AI 产业链的供应链的这个上面使用的美元，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最有名的就是半导体供应链。好，由台积电这个带出来整个半导体供应链。那这个供应链基本上它所有的交割的场景、使用的场景都是美元，所以呢，同样是使用美元，然后半导体基本上它一年的产值呢，在全世界就有7000亿美金，然后这7000亿美金有超过一半都是台湾的台资厂商、科技大厂在贡献的，然后另外还有3000亿美金的这个的产业叫做 AI server。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 NVIDIA 或者是 AMD OpenAI，它背后在所用的这个AI 的这个大数据的运算中心，这个 AI server 基本上它的供应链3000亿里面的产值，基本上也是70%都是台厂在供应，由这个 Foxconn 还有广达、人保这些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台湾在这个核心的半导体跟 AI 的产业。它合计起来是1 trillion 1兆美金的一个市场，然后我们有过半的一个市占率，所以我是背上在这个产业上面去做供应链金融，所以我们可以推出一个
台湾这些以台湾为核心的半导体跟 AI 产业就能够支撑一个工业用的，就是这个产业里面所使用的美元稳定币，它就可以在这个封闭型的场域来做一个供应链金融使用的美元计价的一个代币。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对比现在大家常听到这个 USDT 或 USDC， 他们会比较像是一个 retail， 就是零售使用场景的。所以大家很常见就是说 USDT 它在一些中南美洲国家会比较强，就是巴西、智利、阿根廷、土耳其，或者是非洲这些国家很强。但是呢，我们不要把这种国界，或我们把国界当作是每一个 vertical 的产业链，其实它都有美元的强大的需求。所以你一旦只要能够掌握一定的使用场景，基本上我们就有办法在这个场景上面去推动自己专属的一个场景使用的美元稳定币。好，那至于我再延伸到，很多人会问我说，那台币不是一个国际通用的货币，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推行台币稳定币？那我的理论很简单，如果今天这些台厂，就是台湾的国际厂商，它一年大概像今年台湾预估大概可以赚到就是会有$1000亿的一个出超，就是说这些科技厂商在全世界赚到的这个出超的美金呢，就是可以赚回来台湾的美金大概$1000亿。那我背上在这个$1000亿的美元之下，它会对应需要换回来台币，多多少少都会换回来台币来做使用。所以我就背上在这个每年新增$1000亿的出超里面，然后$1000亿里面大概只要能够20%、30%回来台湾使用，那回来台湾使用就要有链上的台币稳定币跟这个链上的美元稳定币去做一个对接，所以我的新台币的这个稳定币的需求就会这样长出来，然后这些科技厂商他就会这个赚了$1000亿之后呢，他会换回来台币，然后来做使用。然后这样就是对台湾的经济来讲，它是一个台币稳定币是一个新增的增量市场。所以目前我在台湾主张就是说由这些半导体科技厂商，然后再使用 industry， 就是说行业内工业用使用的这个美元稳定币赚来的这个美元的收入呢，是可以转换成未来台币稳定币的新的增量市场。所以目前我们在台湾怎么去推动这个 US dollar 跟新台币的这个应用在供应链，然后呢可以回到台湾的那个本土的这个经济的产值的贡献的策略，大概是这样来做发展。这个大概就是目前我在台湾推动2个币别的稳定币的一个战略，跟大家分享，谢谢。好的，非常谢谢 Jeff 的分享。对，我们可以听到，就是这一个案例，我们让我们直接了解到，就是除了是在创新，也同时是在经济和国家领域都是有很大的一个贡献的，非常期待看到后续的一些发展。那我们下一个我们就需要请教的就是 Danny， 就是您在就是稳定币在跨境支付中的核心价值，您觉得是什么？那么以及你怎么看待就是香港在跨境支付与大湾区市场的一个战略位置？谢谢 Zen， 而且这个我觉得问得很好，而且刚好我跟 Jeff 这边就是可能因为我这边 base 在香港，可能在整体的一个方向上面就是有一定的区别。那我觉得不管是台湾还是世界上其他各地的地方吧，美元作为这个稳定币的基础货币，在一个全世界做的，也不管是供应链还是 retail 还是其他的，它的这个地位其实是很难被撼动的。毕竟这个全球的这个交易量和贸易总额基本上是都以美元计价。OK， 可是我觉得从香港这边，我觉得它的这边的稳定币，它有几点可能是想从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范围去做一个突破。这一方面，我相信香港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监管跟政府，它是有一定的这一个目标跟前瞻的目标在这边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其实说白了，稳定币的这一个最大的 advantage，就是在一个跨境的支付。
OK，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已经是不容置疑的。那从全世界的一个政治地缘上面，其实大家就看得到，美国所领导的一个经济圈，跟中国所领导的一个经济圈，他们的这个分歧越来越明显。OK，那中国一直以来不管是之前以一个离岸人民币的发行，加上最近近几年来一直不管是一带一路等这些所谓的这些 project， 都想体现出或凸显出中国在所谓这边的这个地缘的一个金融经济上面想要发的一点力。那我觉得稳定币这一块，以香港做一个试点，是我觉得中国想要在这一方面发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圈里面所主导的一些这些贸易也好，交易也好，希望呢反而是以香港为主所发的，可能前期是一个港币的稳定币，到后来可能甚至发到这个离岸人民币的稳定币，都是可能从香港这边的一个地位来讲，是他们想要发展的方针。那这一块其实最大的背后还是希望能够脱离，不管是美国还是 SWIFT 所带来的一些这些限制或者甚至是控制，对不对？所以这一块呢，那其实这两块刚刚Jeff 抛了一些这个数据出来，其实离岸人民币现在香港当然是全世界离岸人民币最大的结算中心，而这边的去年的存款离岸人民币在上大概也是1000多亿美金，大概是差不多这边是大概是1万亿离岸人民币左右去年的数据。所以这一块的市场，包括港币本身，因为港币本身它跟美元这边它是一个挂钩的一个机制，而我相信不管是从我的背景我所认识的圈子当地的金融圈这边，任何人认为港币将会跟美金脱钩的，我觉得他们都是天方夜谭。这个我个人认为，这个港币跟美元是不会脱钩的，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港币在一定的这一个支付跟使用上面，它变成是一个美元的一个 proxy。那全世界其实有很多的国家，可能现在不管是已经被要不就制裁，要不就是不想太依赖美元的，可能慢慢的会朝着这个方向，随着一些跨境的支付场景越来越普及。OK，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香港的这个稳定币的布局，当然现在我们的稳定币条例也刚刚发出来，这边市场上面也是非常的火热。其实这一块大家也都看到了一个未来的一个从一个方向来讲，我们常常说了，尤其我们之前做投资的，这个 Jeff 一定会知道，就什么呢？就是做投资很多时候，这个你投资的方向很多时候都是对的，就 directionally you're right。OK， 可是呢，很多时候是个 timing 的问题，是个时间的问题。那我们这一方面是不是从一个这个中国所带领，不是太早了，还是怎么样呢？我们拭目以待。不过这一方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所发展的稳定币，香港这边是打得很好的一个基础在这边。好的，非常非常谢谢Danny 的分享，真的就是很多感觉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观点，也有他自己的观点，也有一些就是大家也可以听到，就是说关系到不同国家政治的一些政策等等，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但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两位嘉宾的分享，其实对于稳定币和 RWA 其实我们都可以抱着非常乐观的一个的心态去看。那么我觉得这边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我希望就是也可以询问到就是两位嘉宾的一些看法，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稳定币，
除了就是 USDT、USDC 之外，也还有其他的，包括还有之前Binance 也有自己的一个稳定币，然后还有接下来还有特朗普也有自己的一个稳定币。那么在多种稳定币并行的情况下，你们觉得是挑战呢，还是一个优势？对市场是好的吗？我是 Jeff，我回答一下好了。基本上稳定币呢，它背后实质的游戏是一个流动性的竞赛，也就是说，它到最后就是一个网络效应，所以谁的流动性最强最好，那它就是最多人所使用。所以你会发现，过去这个稳定币它其实就是一个流动性大战，然后最后它在竞争之下，从2014年 Tether 开始做USDT 之后，后来陆陆续续，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过，从2017、18、19到最近几年，其实稳定币早就已经做了百团大战，战了好几次了。那最后能够留下来就是流动性的王者，只是呢后来这2年进来挑战的就是越来越他的个头或者说他的那个越来越强，包括传统金融也进来了，包括刚刚讲过去有 BUSD 嘛，然后现在那个川普的那个 USD One 也进来了，然后之前有那个 PayPal USD 对不对？就是美国 PayPal USD，其实陆陆续续还有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最强的会是 JP Morgan 的那个发行的稳定币，所以呢，我觉得重点就是说，这些稳定币对多种稳定币对行业来讲是挑战还是优势？我觉得并不是一个优势。其实越多种稳定币，其实它的流动性就碎片化了。所以呢，但是这种在历史上的这个竞争呢，货币竞争也是一样，它一定就是到最后杀出来就是一个最多人使用的流动性，它才会留下来。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挑战是必须的，它必须随着加密货币产业的演进，然后去演进出最好，然后大家接受度最高、使用场景最多的稳定币。所以过去10年我们杀出的王者，现在看起来一个叫 Circle， 一个叫 Tether， 可能接下来3-5年新的王者会不一定。好 ，maybe Amazon 它发了一个变王者，然后 maybe Apple 它也发了一个，maybe 我们台湾半导体台积电也发一个，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挑战是，过去是 retail market， 接下来会有很多细分领域跟封闭的大战场都会进来，所以我们又会再看到一次稳定币的一个流动性又开始破碎，破碎久了之后，它又会再变成集中，就是杀出来1-2个王者，这是我自己的判断呢。对不起，讲的有点长，谢谢。好的，谢谢 Jeff 的一个分享。那么Danny 你觉得呢？我这个绝对是对的啦。我觉得这一个流动性的最后的流动性的这个谁能拿到越多，谁就是最后的王者。所以不管现在有多少对这个加入这个所谓的稳定币的这一个混战啊，真正最后赢出的肯定就只是少数的几家。可是可在这个观点上面，我可能要补充个1-2点。首先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全世界的经济当然以美元为首 ，OK， 所以呢，这个美元的这个经济体里面，所谓的这个 US dollar backed 的稳定币，它这个本身是一个战场，而这个战场本身很庞大。然后呢，现在有2个所谓的比较这个突出的一个怎么说呢，领头羊吧，啊，那这个之后有没有其他的稳定币啊，在这个上面去分到一杯羹，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啊。这是一方面，这是一个战场。那另外一方面的战场，还是回到我刚刚所说的，就是我觉得多多少少全世界对全球的一个不管是支付还是一个货币的储存，他们可能这个全球还是以美元为准，可是这一个百分比逐年的在下降。OK， 那也就是其他货币的一篮子吧，在慢慢的上升。虽然这个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篮子，不过它是一个成长中的一个饼。那这一块
能不能够在这个可能从中国或者香港或者其他甚至一些比较相对接受或通用的国家，不管是欧元还是这个日元等，能在这个上面杀出一条路，而得到一定的，就是从一个稳定币的发行商，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稳定币的发行商来讲，要达到一定的量，而变成一个说白了，我们做这个东西，一方面是我们的 passion 一方面也是我们这个也是要从商业的考量，我们一定是看到了一定的这个商业前景，我们才来做这个事情。OK， 那这个饼只要能够做到多大就刚刚讲的，我只要做到500个亿或者1000个亿等额美金的另外一个市场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作为就再从商业来讲，就可以完全的 justify， 并可以赚到这个有很大的利润我相信是可以的。那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那在这个篮子里这一方面，因为本身它的饼比较小，那可能胜出来的这些发行商可能又是更少，而竞争又更大了。所以 overall 来看，一方面从香港我这边的角度来看，有一定的机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它的挑战可能不比这个美元稳定币来的少。对，好的，非常谢谢Danny 和 Jeff 的分享。那其實我們也看，我們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實我相信挑戰和機遇，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並存的。就其實還是要看整體大環境的一個變化等等各種因素。這一切就是希望大家要就是很客觀的去看這一個事情。那就我這邊補充。一部分就是說，關於剛剛我們有提到，就是跨境支付的這一塊。那當上個環節，其實我有說到，就是 Abelian 我們有的一個技術就是後量子的一個加密技術。那其實我相信大家在做支付的時候，其實最關心的就是很常就關心的兩大問題，一個是隱私，一個是安全，就是也不希望去自己的隱私被暴露。當然第二個就是希望自己的一個資產或者是在做任何交易的時候都是希望是在安全的情況下去進行的。那我們Abelian 用的就是後量子的加密技術去把這兩個問題一起去解決，然後我們的整個技術底層也就是設計為就是可以讓跨境支付不只是快速和方便，也更是一個很長期的安全，然後通過我們自主研發的一個隱私錢包，用戶可以選擇性的去披露機制，就是有不同的隱私機制讓你去挑選，然後同時也就是說我們所提供的一個隱私技術用戶能在需要時提供資訊，可是也不會被過度的一個追蹤。如果有用戶想要體驗的話，可以去到我們的官網，然後去下載。對，然後這邊非常感謝就是兩位嘉賓在這一個環節的分享，讓我們可以更了解到穩定幣的一個發展趨勢。那現在我們就進入到第二個環節。第二個環節我們這邊想要探討的其實就是在監管與合規中的挑戰和一個機遇。我想就是還是先請詢問 Jeff， 就是就據您觀察到亞洲與歐美的監管差異，這個情況會對穩定幣發展會有什麼實質上的影響嗎？你覺得 ？OK， 我這邊因為我長期在這個行業蠻久了，所以我前2年我在台灣也開了自己的合規交易所，然後去年底把交易所賣掉，然後我才轉做穩定幣，所以我長期在跟進這個亞洲區域的這個不管是穩定幣或者是加密貨幣監管，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差異，就是說我們可以很明顯發現，其實亞洲一直以來是一個大政府小企業的文化，跟歐美是一個小政府大企業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依照這種歐美的體系，基本上呢
它不是一个非常，它不是一个非常高度管制你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而是说法规出来之后，只要在符合我这个框架底下，我是一个小政府，我希望企业能够尽量的发挥它的空间。但是，亚洲我们就会发现，亚洲的法规都特别的严格，尤其是像我们日本跟台湾都是文化比较属于那种保守封闭的，然后对于金融监管是非常高强力高张度的，然后大家也会发现，过去大家一直觉得好像新加坡对于区块链或者说对于这个呃加密货币 Web3 创新一直是很开放的，但是呢，他们一拉到这个稳定币，它就是金融，他们的态度就会变得跟他们过去对于这个技术还有 Web3 的开放的严谨度就会有明显的不同的标准。然后我们最近也看到香港有越来越一碰到稳定币跟阿达贝，开始就觉得这件事情越来越严肃。所以我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亚洲目前来讲的话，大家的风格或者说大家的那个监管的强度其实是蛮一致的，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强监管，就是说比较强力去把它当做是一个金融业，然后非常审慎的，然后再看待这个稳定币跟 RWA，它是一个特许，它是有社会责任在的，会要肩负到整个金融稳定。或者说社会是不是会动荡？所以我的观察来讲的话，总结来讲，就我觉得实质的影响就是我们在面对去做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把自己的心态跟合规标准拉高，这就不再是一个所谓的新创企业可以大胆的没有不负责任的尝试，就是说你可以创新，但是要做负责任的创新，要做愿意扛下社会责任上面的创新，所以背后其实就是你其实是肩负整个社会对于金融产业的期待，所以大家是用金融角度跟银行或者这些特许牌照业的角度来审视你在做这件事情。那我的观点差不多是这样子，看看 Danny 有没有可以补充的。对啊，我觉得，这个我跟 Jeff 可能都是这个，不能讲深受其害啊，可能应该是我们真的是深入其中，在随着这个稳定币的发展，我们呢是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往前走，所以我同意刚刚 Jeff 做的所有的分析，那我唯一补充的一点就是，如果在这个里面要看出，所谓找到它里面的 silver lining。就是不管是松还是紧啊，不管是这个负责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全世界在稳定币上面所提出来，我提供的一个这个监管的清晰度，也就是这个 regulatory clarity，我觉得综合来讲是好事。OK，因为当你这个法规不清晰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玩这个游戏。那当然，很多刚刚讲的，可能有些新创公司他们是采取一个比较这个 Wild West 啊，这个的这个心态跟方式去做。那毕竟我们这些不管是我们的传统金融的背景，还是我们对合规的一个认可，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稳定币这一块，如果没有一个相关的法规这个清晰去支撑它的话，它的这一个scale，OK，这个量是绝对做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全世界，包括亚洲这边，虽然相对来讲这个政府管得比较紧，可是至少它的这一个很明确的这一个条款它出来了，也就是说，今天你要玩这个游戏，你就跟随它的这一个这个游戏规则去做。那有了这个游戏规则，你说现在是不是一家新创公司我们能够去做的？我觉得像刚刚 Jeff 说的，那就不一定了，那就这个难度就大很多了。可那怎么去玩呢？就是要找一些这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们，right？这个伙伴可以是银行，可以是其他的金融机构，可以是其他可以在这个由政府所认可的层面去提供一些它的一些利好或者支撑度的。那我们这边我们 PQA 这边刚刚一开始所说的，我们有稳定币的技术，
我们有抗量子的技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differentiation。那因为毕竟稳定币它就是钱，我刚刚说了，它就是链上的钱。那任何人都希望能够能够将链上的钱能够好好的保管啊。这个量子电脑就算不是明天，它也就是未来将会过来的一个趋势。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提早的是这个部署事前的把我们的这个钱跟资产好好的保管好这个也是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这一块有了一定的这个监管的清晰度，我们至少知道成不成功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可是至少我们这游戏的规则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对，好的，非常谢谢 Danny。那我觉得这边可能也希望也想要询问一下你，就是你是如何看待就是香港目前的一个监管的一个框架，然后你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在接下来？我觉得香港的这个监管框架是我觉得这个实事求是的说这个出来的时候可能比很多业界原本期待或者看待这一方面的这个参与者是觉得有一点压抑，是比想象中的收紧了很多。OK， 那其实不过你退一步来看的话，这个他这个所谓的临门一脚，他把这个监管的这个收紧了，是不是背后有一些他的一些这个原因跟需求？这个当然都是有的尤其有香港它作为一个这个中国对外进出的一个门户，它对资金的流动是在全世界里面有一个独特的一个这个我们讲的一个痛点有个独特的痛点在这边，而这一方面是所有这个监管机构非常明确，也必须要能够去做到控制这一点的。OK， 所以那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机遇来讲，就是他把这个定下来以后，我觉得他不会再紧了，我还是抱这个很乐观的态度，就是从 this point forward， 它这个相关的法它只会越来越松，它不会越来越紧，因为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紧。那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当你这个监管之后能够更符合一个这个业界的生态业界的要求，而去开放这一块的话，那所释放出来的商业机会将会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香港监管有它的要求，我们就去符合它。那如果能够在这一方面获得监管的认可这样子的话，未来的这一个饼应该是越来越大的。对，好的，非常谢谢 Danny 还有 Jeff 在这个环节的一个分享。那我觉得后量子加密技术，就是大家也会在想，后量子加密技术是否可以就是提升监管的信任度？这个是不是一个重要的一环呢？那我们都觉得答案肯定是肯定的，是的，因为其实后量子加密技术不只是可以抵御住那个量子电脑的攻击，它还能够帮助就是建立监管的一个信任，因为在监管单位，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最在意的也就是交易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那 Avillion 的技术等级比传统的公链更高，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做到安全又隐私，这样一来，其实监管机构就能够更有信心的去推动区块链的金融。那换句话说，后量子安全其实我们觉得并不是障碍，反而是一个建立信任的一个关键点。那我想监管和合规都是很多行业人士也都会关注的，不管是在 Web3 或者是也不管是一些已经在传统的金融行业，也或者是正要踏入 Web3 的金融行业人士来说，他们也都是一直在关心着各国的一个监管的一个条规。
等等。然后在这个环节非常感谢Danny 和 Jeff， 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你们的见解。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我们主要聊的呢，就是define 去中心化金融与传统金融的一个融合。那第一道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先询问Jeff 你的观点，就是因为您也谈到就是 RWA 和稳定币的结合，那你能不能举例说明这种模式如何影响目前的一个资本市场？以您的观点。其实我一直在讲的一个 slogan 就是说，稳定币跟 RWA 它是相生相依的，就是说，稳定币就是刚刚 Danny 也讲了，它其实就是最成功的 RWA，对不对？它是第一个最成功的 RWA，就把美元然后拿来做成那个代币化。所以呢，但是这个稳定币它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跟角色，它就是链下的 M1，好，链下的货币供给就是放在银行的存款 M1，然后把它搬到链上，变成链上的货币供给。所以呢，当链上的货币供给呢从链下再吸取这个链下的 M1往上跑的时候呢，表示这个链上的货币供给开始增加的时候，RWA 它就会产生了一个量变。好，因为购买力增加了，就是货币供给增加了，链上在链上面的货币供给增加了，自然而然它的资产就会开始需要就会膨胀，因为稳定币上链之后，M1 供给上链之后，它要买东西，它要 parking 在资产上面，所以在 RWA 还没有开始这些现实世界资产还没有上来之前，稳定币上来的时候，它最能够买的资产，能够买到最好的资产，暂时只有比特币或以太坊。所以大家会发现，第一个社会稳定币这个爆发的链上的这个资产，基本上就是原生的这些就是这些数位原生的比特币或以太坊这些大的币种。但是呢，现实世界华尔街它为了要满足这些机构开始资产代币化上链之后呢，机构不满足只能够买得到比特币这种风险资产，他还会想要买一些他们在现实世界的一些稳定型的 RWA 资产。所以呢，陆陆续续华尔街就会像那个贝莱德 BlackRock 基本上就开始 all in 这个产业，他把他所有第一个就是 Money Market Fund 先搬上来，因为 Money Market Fund 是这些大型机构在离开风险资产的时候，他要做一个 parking， 做一个资金的那个停泊的时候，他最需要就是一个美元的短债的货币型基金，它基本上是一个防守型的产品，可以让资金在 idle 的时候又有一定的利息在那边。大概现在美元的 T bills 的利息，就是说短债的利息 ，money market fund 的利息，大概都还有4到4.2%，所以就产生了第一个陆陆续续一个一个 RWA 上链，然后从这个 money market fund 到接下来还有那个债券，国库券，基本上还有美国的这个国家的公债，甚至城市债，到我们一般所谓的金融机构发的这个债，还有一般公司债去筹资。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现在看到最热的这些股票，美股代币，有人说叫币股是股币还是币股？就是美股代币化，上链代币化，所以它就因运产生，因为稳定币拉动了这个 RWA 的一个效应，从由实入虚。我们在实体世界平常在买的资产，都会因为稳定币的发展，增加了链上的货币供给，链上的货币供给增加，它就要买链上的资产，所以它就会拉动链下的这些现实世界资产往链上跑，这就产生了一个滚动的一个飞轮效应出来了。所以我最常讲就是稳定币跟RWA 它会相生相依，稳定币越大 RWA 需求就越强，然后 RWA 需求越强，稳定币又会再被吸上来，从链下被吸上来，这个是我的观点，谢谢。好的，非常谢谢 Jeff 的分享。对，我个人也蛮觉得这 Jeff 的分享，讲对了一个点，就是像是稳定币的需求，然后加上 LWA，很多股票也开始变成就是
LWA 化，然后也让很多就是越来越多的 Web3里面的用户去接触到 RWA 这个领域，相信就是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应用或者是项目等等都会相关联到 RWA 与稳定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就是请教就是 Danny， 您觉得传统金融机构对于 DeFi 创新的接受度是如何？谢谢。首先我还是也非常同意刚刚那个 Jeff 所说的，它就是软币跟 RWA 一个相辅相成的事。那关于我觉得这个所谓机构就是传统机构对 DeFi 的接受度，我个人认为它这一方面的 adoption 会比较的慢。毕竟这个你从传统金融它的一直以来，他们的这个做事的方法他们一直可能这些刚刚的公司所拥有的一些地位，在金融领域里面的一些地位，他们都会认为任何一些去中心化的一些不管是工具还是这个平台都会有可能去撼动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之前的他们的一个这个地位。那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方面应该是会比较缓慢。可是我觉得DeFi 本身的这一个发展，它是一个也是一个这个不可逆的一个趋势，而 DeFi 本身也是稳定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使用的场景。所以我觉得从稳定币的层面，它是既可以迎合一些传统金融或者传统产业所需要的一些使用场景，那也可以去这个在这个 DeFi 上面做很大的一个这个贡献。而这是这个 Zen 你刚才是提到的，我觉得我可能唯一想要补充的就是 DeFi 这个层面，因为毕竟所有的资产都在链上，那这个可能一定的安全度，right， 它不只是去中心化的一个事情，它有一个这个链上的安全度和的要求。个人认为它可能需要这个持续的专注，持续的加强。那这个可以是从不同的cyber security 的层面或者到以后我们这个抗量子的一个层面，我觉得这一方面都是很重要的。谢谢。好的，非常谢谢 Danny 的分享。那我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希望就是也请教二位，就是你们觉得传统金融 DeFi 和稳定币这三者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新形态的一个融合？然后持牌机构是不是能成为传统金融和 DeFi 之间的一个桥梁呢？你觉得？我先回答好了。我很常被问到这个有没有一个很好的示范，传统金融跟 DeFi， 然后这些机构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融合。其实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我们最常在讲 RWA 里面有一个最成功的产品叫做 BlackRock， 就是贝莱德发的 Money Market Fund 叫 Buidl， 对不对 ？BUIDL 对不对？它短短的半年之内，然后就把同类型的一模一样的产品。我们最常举的就是 Franklin Templeton， 就是富兰克林他发的 Benji， 其实是跟贝莱德发的 Buidl 是一模一样的。但是 Benji 其实他在2年前就已经发了，好，在2023年其实就有了。那为什么同样发展到2025年的9月，而且贝莱德是后发先至哦，他是大概在去年年底才开始做这个 Buidl， 结果没想到 Buidl 才花了8-9个月。不要讲8-9个月，他大概才花3-4个月就超过这个富兰克林的2年的成绩，就已经做到超过10亿美金，然后一直到上一周最高的时候 ，Buidl 的整个发行量是24亿美金，但是 Benji 做了2年多，然后他还停留在7亿。为什么？其实我仔细去看过2家公司的风格，就是说 Buidl 贝莱德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合作模式，他跟 DeFi 世界，还有他跟新创公司去做了一个嫁接，他透过2家很重要或者3家很重要的公司去分发他的那个
这个money market fund 的这个代币，因为 Buildo 基本上它是一个专门 for 机构法人，而且是它最小的一个代币就要五个 million， 就是500万美金才能够认购。比如说 Buildo 整个24亿的发行量，其实只有100多个合格投资人能够买。但是他们很巧妙的透过市场上的几家新创公司跟 DeFi 平台，包括大家应该听过 Ondo Finance，ONDO Finance，它基本上它就是 leverage Buildo 这个产品把它切碎 ，Securitize 也是，还有 Ethena 发的一个USD T bill， 好 USD TB 在 Ethena 上面发，它其实都是 leverage 贝莱德的这个 Buildo， 然后呢，这三家公司其实就是新创公司跟 DeFi 公司去跟传统的持牌的超大型的金融公司叫贝莱德去合作。为什么贝莱德不在链上碰这些东西？因为链上的碎片型的这种需求不是贝莱德这样的大型公司习惯的操作的方式。另外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贝莱德它是一个受到美国高度监管的，它很多在链上的行为基本上是不被允许去做操作。它等于是透过这三家新创公司帮他做链上的非受监管的去中心化的这些金融的 distributor， 所以贝莱德这种持牌大机构跟这种新创跟 DeFi 公司，他们的合作就发展的非常好。它可以串接链上链下的流动性，又可以卖链下最强势，然后贝莱德品牌的产品放到链上，然后链上大家又很喜欢贝莱德这个产品。虽然贝莱德名气比富兰克林大很多，但是结果不至于会说一个结果做了2年是7亿，一个半年就做到24亿。所以我觉得贝莱德其实在这样的合作的程度上面，它是有发挥好传统金融跟 DeFi 去做一个现实世界跟传统 DeFi 搭起的一个持牌机构的桥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富兰克林跟贝莱德对于这个阿道杯怎么去做链上链下的玩转的一个策略上的差异，造成结果上面的一个成功。好，这边大概是我的举例。对，所以我这个补充一下，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美元稳定币跟美元稳定币这个相关的一个生态圈啊，一直从不管是你的这一个初创公司，或者到传统金融巨头贝莱德，都可以有这样子一个结合的机会啊，至少有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刚刚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这个议题，就是讲到我们亚洲这边一个大政府的一个这个严监管的一个背景，会导致刚刚讲的这一套，虽然已经是就从我们不管任何人来看Buildo 的这个成功，是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也就是说，今天我是可以如果允许的话，可以把这一整个 model 把它 copy 过来去做的。可是现在至少从我所了解的，这样包括从香港跟其他的一些地方，这一方面其实香港它并没有说完全的不允许，可是从一个监管的态度来看，我觉得这一方面被允许去这个操作的这个空间并不是很大，而这个也就导致了稳定币前期在一个严监管的一个框架下面，它的发展会有一定的挑战，也会对它的这个速度当然会有就放慢它一定的速度不过我觉得美国嘛，它毕竟这个一直以来都是各式innovation 的各式创新的一个领头。我觉得这一方面一旦这个我们相关的监管，不管在各个地区，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新加坡也好，随着一个这个监管的这个开放或者明朗化这个已经有个 established 的一个产品去把它带过来去做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个坏事。对，好的，非常感谢 Danny 和 Jeff 对于这一个话题的一个分享，也让我们了解到就是他们在这个领域深耕那么久，然后对于接下来发展趋势的一个见解。那
我这边也补充，就是刚像 Danny 也提到，就是在合规和 DeFi， 尤其是在 DeFi 去中心化金融的这一方面，其实安全是大家都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像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最近前几年其实也发生了很多不同的一些资产被盗啊等等的一些情况，那这也衍生出了就是链上的安全性的一个都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那在一个新金融时代里面，其实我们觉得就是传统金融要跟数位金融做结合，其实Abilian 在这里做的就是提供一个技术的基础。我们有的是隐私保护，确保使用者交易不会被滥用，然后有量子抗性，可以把未来的风险提前先处理掉。我们已经做好这个准备。那同时，我们还能做到就是合规友好，提供一个选择性透明，在不同场景可以有不同的需求，去让用户、开发者、不同企业去做它的一个选择，这是我们技术的一个特性。那所以其实我们 Abilian 其实也就是传统金融和 Web3 世界之间的一座桥梁。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的话，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官网PQAbilian .io 去了解更多的一个详情。那感谢二位嘉宾在这个环节的一个分享，真的是了解到很多。那我希望所有的在线听众也都听到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也收获满满。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环节了，就是未来的一个展望，还有一个新金融时代。那先请教就是 Jeff， 您觉得未来5到10年稳定币将如何改变一个全球金融的结构？ OK， 我很快做一个总结。其实稳定币它背后整个游戏的规则的含义是什么呢？美国其实在透过稳定币的天才法案，它其实是在解构，就是 disrupt， 现在的传统金融的掌控权，还有对于货币分发的一个权利。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种对于金融结构还有货币分发的一个所谓的叫民主。什么叫民主？你过去必须要拿到银行业的牌照，在美国要拿到美联储发给你的银行业牌照，你才能够参与美元货币的分发，才能够记账，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因为稳定币法案呢，它等于向全世界宣告，你不需要拿银行牌照，你只要符合我的天才法案发行的，这些要求跟标准，然后你只要有自己最强的美元的场景，你都可以成为一家不需要拿牌照的银行，帮我去做美元在链上的全世界的分发，还有全世界的流通，然后你从中可以赚取银行本来就该有的这个获利，然后创造你自己所谓的美元基础的金融。那同样的发生在我们把美元这个名词拿掉，如果各国也都开始发自己国家法币的稳定币的时候，它其实背后的意思也是一样的。所以未来的竞争，它改变的全球金融架构是一个过去由中心化跟中介化，而且是由权威的中介化跟中心化的这些机构，他们的权利目前都因为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区块链的民主，然后让所有有能力的人，然后有办法在使用场景创造价值的人，他都拥有货币的支配跟分发权。所以我觉得未来5到10年对整个金融架构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能够掌握用户场景、有能够创造价值的，大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现在这些超级大的科技公司，他们有用户有10几亿，不管 Meta、Google 或 Amazon 都有10几亿的用户，他们其实是分分钟都可以做稳定币金融的。
好，所以我一直也主张台湾，你看台湾掌握了这个半导体绝对的控制地位，我们也是分分钟有办法做半导体工业化金融的，好，不管是一个区域或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未来大家对于这个金融的结构，还有这个货币主权的分配的这种权威性跟中心化的那种制度，其实是完全的一个革命跟崩坏。这个就是我对未来5到10年大家要抓到这一个稳定币带来的一个金融架构的通盘性的。好，一个权力重分配的一个机会。那最好的时代就是最坏的时代，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抓准这个稳定币金融重新再做一个金融主权重分配的机会。那我的结论大概是这里，谢谢。好的，非常感谢 Jeff 的分享。好，那想要请教就是 Danny， 就是您觉得亚洲市场的突破口会在哪里？然后对于区域金融市场的改变与机会。首先我觉得我如果再加任何东西的话，就把刚刚那个 Jeff 所做的一个近乎完美的总结，我觉得就好像有点这个压过去了。好，首先我觉得这个 Jeff 刚刚讲这个总结是我100%相信的，也非常的认可。那我觉得这个在你主持人最后这个问题，我觉得从亚洲来讲，我觉得地域的稳定币，其实香港的定位，而且我也是蛮认可的，因为我相信台湾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一方面我们大家谈了很多关于稳定币的事情，可是另外一方面从各个政府对稳定币的一个定位，它就是把它基本上定为一个所谓的支付工具。那所以我觉得稳定币最后的一个发展在未来的这个5到10年，它另一方面，我觉得会变得很多人都在用它，可是呢，也可能会发展到一个地步，就是很多人他并不知道他们正在用它，他们正在用稳定币，因为我觉得稳定币到之后，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结合所有的这些所谓一些跨境的这个支付的一些工具啊，不管是这个国对国啊、行对行啊、人对人啊等等，这一方面他们可能之后发出来的这个发展出来的这个用法。可能跟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 Alipay、WeChat Pay、Venmo 可能没有，或者是以所谓的手机的一个转账啊，可能没有太大的分别。可是它背后所使用的，而且背后所这个真的又跑的这一个金融轨道，其实就是其实是稳定币在后面，然后也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一个我们之前一直所提到稳定币应该解决的问题。啊，所谓的这个降低成本啊，加快速度啊，增加安全性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5到10年，我们可能就不会再谈稳定币这个东西了，它已经就是将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谢谢。好，非常谢谢 Danny 和Jeff 在这一个部分的分享。那我觉得像刚才Danny 有提到，就是稳定币可能接下来就是会越来越多人去使用，这可能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随着很多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和越来越多不同的传统金融的用户，然后进入到 Web3 这个领域，相信稳定币会越来越多人去使用。然后也就是说，其实我也说说我们这边Abilion 的一个愿景。其实我们这边我们的愿景是打造数字黄金2.0，也就是意思就是说 Abilion 其实我们不只是一个区块链，我们不只是一个 Layer 1区块链，我们我们所要做的一个规划，其实我们的规划是做一个长期能承载跨境支付、机构金融和数字资产发行与结算的一个基础网络。那我们也相信，就是后量子安全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选项，它已经是一个必须。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同的行业，其实在传统行业，他们也一直在投入的研究
国家也在研究量子技术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相信就是把这个基础打好，后续我们可以真正就是迎接到一个新金融的时代。那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到我们官网去了解我们的数字黄金2.0，就是 ABEL Token。那来到最后，那今天的 AMA 非常感谢Danny 和 Jeff 带来的非常深入的分享。我们谈到了稳定币，还有如何逐渐成为跨境支付与全球金融架构的核心基础。也看到在不同市场监管下有挑战，也有蕴藏着新的创新的机会。Avilion 的角色在这些讨论中，其实我觉得格外的清晰。我们要用的量子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把未来风险提前解决，并成为传统金融与 DeFi 之间的技术桥梁。其实这不仅是提升安全性，我觉得这更是为数字金融建立长期的可持续、合规且透明的一个基础设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宝贵的观点，还有你们的分享，然后感谢所有社区成员的参与。就是最后也不要忘记，就是在推特上面关注Avilion，然后可以关注英文版，也可以关注中文版。持续就这样子，大家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更新消息，还有我们接下来在11月会在泰国普吉岛举办的 PQBD 2025的资讯，到时候会有很多不同行业的人物都会出现在泰国普吉岛的活动，然后想要了解详情，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官网去点击活动的那个按钮去了解更多详情。那在结尾的话，就是 Danny 和 Jeff 有没有想要做一个总结？OK， 我通常在我的很多的场合的结尾，我都会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个稳定币带来的这个金融的重构哦，我们最好的，这个都是我讲给金融业听的啦。其实最好的我说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打不赢就加入它。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稳定币，尤其是美元稳定币，基本上全世界很难跟它匹敌，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入这个战局，然后不要让自己在这个数位时代的金融战场是完全消失的。所以我对传统金融机构最后给他们的一句话都是：打不赢就加入它，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加入稳定币，加入 RWA， 加入这个数字化金融的时代。谢谢。Amen， 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加的。我觉得稳定币这一个 topic， 我们已经也谈得很透了。我就刚主持人跟 Jeff 都说了，希望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吧，普及这个包括线上的朋友们，包括线上朋友你们所认识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把这一方面的一些关注跟知识多多的去对外普及。虽然好像我们这个稳定币谈了很多，也谈了很久，其实在这个层面我们还是在一个很初期的阶段，所以还是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也谢谢各位，谢谢。好的，非常谢谢二位今天的参与。好，最后再呼吁大家，在我们结束前记得在推特上关注Avilion 的推特账号，然后同时也关注 Danny 和 Jeff 的推特，然后也可以在推特上面搜索 PQA Labs， 然后去关注到他们后续的一些发展。那这边也预告，就是我们下一个月还会有新的一系列的 AMA 会举行，然后密切关注我们。谢谢大家，晚安。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晚安，拜拜。好，拜拜。拜拜。